冬天來晉城過周末，2天1夜去哪兒吃玩呢？看完這個視頻，你就全都了解了。今天又是穿明制漢服逛山西晉城的一天，那是我的年度戶外勇氣時刻，也是我初次穿漢服重逛山西晉城的回憶。且跟隨我的腳步來度過一個完美的冬日周末。記得點讚、收藏、加關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。第一天白天，我們可以在司徒小鎮玩一整天。刷票進門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報銷過路費，然後坐上摆渡車加速抵達遊樂場。這邊的費用都含在門票裡，所以遛娃的能在這免費玩一整天。遊樂場靠後的地方是領免費紅豆餅的地方。這裡提一句，門票附帶正餐和11道小吃，所以能節省很多2次消費。往前走一段，抵達只能這樣劇場舞台。除了舞台劇只能這樣外，你還能看到唐風舞蹈以及現场的空竹表演。當然實際的演出還有更多，這就要靠各位自己到現場去發現了。從這邊往山上走，能看到一大組舞台，這邊是西遊記系列舞台。如果你願意，可以坐這看一天西遊記，各個場景都有，屬於是连本的西游记故事。6尺巷是吃飯的地方，其中的年票队伍比較長，需要多花點時間排队。门票的队伍比較短，排一會兒就能排到。現場給的是刀削面，味道中規中矩。當然你還可以往前走一段，去南瓜火鍋吃，那邊排隊的時間可以更短。此外，如果你們在這邊巧遇了 NPC 的話，還能領銀票。銀票的玩法如圖，我不喜歡玩那些武的，所以我就直接去賭房了。結果發现自己压根就不会玩，如果会玩的話，那鐵定是要把老本輸光的。所以不要去賭。這一整個白天，你在景區的各處都能看到景區安排的各種專業的雜技表演。反正這一天大致的思路就是看演出看累了就去吃個小吃，吃小吃吃夠了就去看個演出，一路看到晚上，就等來了最重要的節目打鐵花。這是我近些年看到的最大場面的打鐵花。看完打鐵花不要走，記得到附近去喝川湯，開場每人給2碗，不夠還可以去加。湯裡有6葷9素，喝着非常瓷實。餘下的時間可以和新認識的朋友們聊天逛夜景，然後大家連到一起取暖。如今回頭一想，大家連都連到一起了，應當錄個一方水土養一方人，不然就白連到一起了。司徒小鎮的夜景比之白天要更華麗一些，晚上出片但演出不如白天多，反正大家按需自取，見仁見智吧。第一天和第一晚的行程我們就先說到這兒，畢竟篇幅有限，改天我們給司徒小鎮再單獨出個視頻細聊。第二天第一站去澤州的阜成玉皇廟，此寺始建於北宋年間，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位於後院西廊庑的元代28宿彩塑了，其造型無比逼真生動，堪稱海內孤立。同時它也因黑神話悟空而爆火，可惜去年我來這邊的時候不巧吃了個閉門羹，這次算是得償所願了。我們的下一站是晉城青蓮寺，其始建於北齊年間，目前分上下2院。上院的羅漢堂上半截是北宋建築，下半截則是後塞進去的明清建築。如今羅漢堂這邊為了保護古建築，已經限流登臨了。上院的另一個看點是世家殿，北宋建築，殿內現存的造像也是北宋造像。如今的青蓮寺上院可比我上次過來的時候要熱鬧得多。青蓮寺下寺的建築基本上都是新的，但寺內的那座古塔是明代留下來的塔，建築区正殿內的造像則都是唐代造像。這邊的布局是完整的，也是一大看點。青蓮寺來都來了，就順便上一上絕山吧。我們為了省時間，就直接和文旅老師一起坐索道了。沿途發現有些服飾元素真的是无孔不入，未来都要逐一清理。這次我們的最終目標便是山頂的上黨八音會，因演出時主要使用鼓、鑼、拔、笙、簫、笛、管、胡等8種樂器，故名八音会。這也是國家級非遺之一，大致形成於元末明初，興盛於明末清初。各種樂器相互相應，配合默契，演奏音樂高亢悲壯，蕩氣回腸，令人聽之難忘。至此，我們就走完了晉城的2天1夜旅程。在這一趟旅途中，我們既照顧了訪古的需求，又兼顧了吃喝玩樂的需求，還在旅途中認識了好多的新朋友。在每個轉角都發現新的驚喜和新的緣分不期而遇，
或許這便是每一場旅途中最值得期待的那一部分吧。看到這裡的朋友，歡迎點讚、收藏、加關注，和徐工一起讀城，一起旅行。